元旦假期刚过完不久，估计不少朋友还没从跨年的热闹里缓过神来，或者正对着新年计划表发愁呢。可在另一个世界里，就是那个掌管着全球钱财流动的核心金融圈子，今天的气氛可是降到了冰点，冷得人骨头缝都发寒。就在几个小时前，我那平时几乎不响的加密通讯软件突然跳出一条消息，是来自泰晤士河边上一位老交易员的，没有客套话，也没有新年快乐，就一句没头没尾，却让我瞬间从椅子上坐直了的话：他们拒绝了交接，是污。紧接着，全球的贵金属市场就出了一件怪得不能再怪的事，可你翻遍主流新闻，却几乎看不到报道，好像有只手在拼命把这事压下去。什么事呢？一批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也就是 LBMA 全球黄金信用最高的地方，敌认证仓库里出来的标准金条，运到咱们中国上海黄金交易所入库检测的时候，被非常强硬、极其罕见的拒之门外了。拒收的理由不是什么重量差了点，或者颜色不对，而是6个让所有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听了都心里一紧的字：物理性质异常。市面上传的最靠谱的说法是，这批金条在做高频超声波和电导率测试的时候，内部出现了没法解释的死区，这直接指向了一种以前只在虚构作品里或者顶级造假产业里才听说过的玩意儿——钨金条。朋友们，把你手里的茶杯先放一放，咱们认真聊聊今天这期颐养晚年的节目。我不开玩笑，因为如果这个消息最后被确认，那咱们过去100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信用体系，可能在接下来几周里就得面临巨大的危机。这根本不是一次普通的货物质量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金融风险信号已经被触发了。你想想，如果连 LBMA 这种黄金标准地的金库里都能混进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那此时此刻躺在纽约联储地下深处的，锁在瑞士银行保险柜里的，甚至是你家保险箱里存着的那些金条，到底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真金？更让人深思的是，市场已经做出反应了。就在我录这段话的时候，看盘软件上现货黄金的价格还在$3000上下晃悠，可在亚洲，在中东那些实实在在买卖金属的线下市场里，真金条的价格已经悄悄摸到了$4500，甚至有人喊出$5000求购，就为了立刻能拿到现货。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实物资产的关注已经开始了。今天我想用差不多40分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这次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的外皮给剥开。咱们得聊明白，为什么偏偏是钨，为什么是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严格进行了检测，大家整天挂在嘴边的伦敦金到底是个多么庞大的体系。还有，如果金价真的因为市场预期和结构性问题出现大幅波动，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看待和应对？咱们就从元素周期表上那个灰扑扑的钨开始说起。为什么是钨？这得回到咱们初中物理课本。在元素周期表上，金的原子序数是79，密度是每立方厘米 19.32 克。钨泥原子序数74，密度是每立方厘米 19.25 克。看出来没？它俩的密度就差那么 0.4%。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拿一块钨，把它精密加工成标准金条的形状，然后在外面严严实实地包上一层足够厚的真金，做成一根400盎司的国际交割标准金条，那它的体积会和真金条一模一样，重量也几乎一样。你用手掂量，那种沉甸甸的压手的感觉和真金条非常相似，甚至你拿普通的试金石在表面磨出来的也是金粉。你用老祖宗阿基米德的排水法去测密度，受限于一般测量工具的误差，你很可能根本测不出区别。这种技术问题其实几十年前就存在理论可能，但以前这种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只敢在不规范的渠道偷偷流通，因为国家级别的金库有着非常严格的检测流程。可这次涉事的是 LBMA 认证的仓库，你得明白 LBMA 是什么。它是全球黄金交易的重要机构，是制定标准的中心之一，全球超过90%的黄金交易价格都是参照它的标准来定的。如果连这个核心机构的认证仓库里都出现了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那就绝对不是某个环节的普通问题了，这指向的是系统性的，需要高度关注的风险。咱们来仔细复盘一下这次事件的细节。这批出问题的金条是从伦敦发往上海的。按照国际金融圈多年来的惯例，这种大额黄金交易很多时候伴随着所有权的转移记录。比如说，摩根大通卖给汇丰银行1吨黄金，可能那批金条在伦敦地下金库的架子上没有移动，只是仓库管理员在账本上把所有权从 A 的名字下划掉，写到了 B 的名下。在这种体系下，金条的物理真实性有时候需要通过信用和审计来保证。
因为并非每一次交易都会去搬动并彻底检测它，它就像一个信用符号，只要市场相信其背后有足够的实物支持，这个体系就能运转。但是中国这几年坚持在做一件回归实物本质的事，我们不太仅仅依赖西方那套账面上的数字记录，我们购入黄金是要把实实在在的金条运回上海，运回北京，然后每一根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流程。这就好比一群人在进行一场复杂的接力，只有中国每次接到之后，不是说好我继续传，而是说等等，我得先按照我们的标准检查一下。这次咱们这么一检查，就发现了问题。传闻里这批被拒收的金条内部大概有30-40%被换成了钨块，手段非常隐蔽，他们用的不是简单的表面处理，而是更复杂的内部替换工艺。他们把金条上下左右都保留了几毫米厚的真金外壳，只在最核心、最不容易被检查到的部位替换成钨，这样即使用普通的 X 光机去扫描，如果机器穿透力不够强，看到的可能还是一个完整的金条影像。这需要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需要精密的数控加工设备，这绝对不是小作坊能搞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方面条件的技术问题。这让我忍不住去想一个更深层面的可能性，那就是全球黄金租赁和抵押市场里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大家知道吗？在国际金融市场，黄金不仅仅是一种放在那里保值的资产，它更是一种有流动性的工具。很多国家的央行会把金条进行出借操作，投行拿到这些金条后可以进行抵押融资，然后用于其他投资，或者投行把金条借给金矿公司，矿公司提前在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在这个过程中，同一根金条可能被用于多次抵押、借贷，这就是所谓的黄金金融化效应。市场可能用一定量的实物黄金作为基础，在账面上进行更大规模的黄金衍生品交易。但是最近这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变化和地缘局势发展，一些东方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有中东的投资者，开始更多的要求将黄金衍生品合约兑换成实实在在的真金，并且要求运回自己国家。这一下子就对西方各大金库的实际库存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为了维持账面上的平衡，某些在这个链条上的机构就可能面临巨大的操作压力。他们可能使用了这种内部替换的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来临时充数。他们预期的是，只要市场不发生大规模集中兑付，只要没有人真的去把每一根金条都切开检查，这个体系就能维持运转。可惜他们没想到中国的检测会如此严格。这次拒收事件实际上是中国向伦敦的黄金标准体系发出的一次公开的基于规则和技术标准的问询。中国在向全世界释放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黄金交割的质量标准必须得到严格执行，仓库里东西的真假需要经过最严格的检验。以后黄金到底是否符合标准，上海将坚持自己的检测程序，这个信号引发的后续讨论将是广泛而深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信任议题。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是沙特的主权基金管理者，或者是德国央行的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你会怎么想？你还会继续完全依赖原有体系的内部审计吗？你可能会重新评估风险，脑子里会思考一件事：我存在那里的黄金是否经过了同样严格的检验？接下来你可能会加强对自己资产的管理，要求进行更透明的审计，或者要求将黄金运回本国，进行全面的、符合更高标准的检测。当市场所有参与者都开始更加重视实物检测和透明审计的时候，原有的高度依赖信用的体系就会面临压力。而 LBMA 和纽约的商品交易所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有足够的、符合标准的实物黄金来支持交易。根据一些业内分析师估算，黄金衍生品交易量和真实物理黄金的存量比例可能比较高，也就是说，很多宣称自己拥有黄金的合约，背后并不一定对应着立刻可以交割的、经过严格检验的实物。一旦市场对实物交割的需求集中爆发，这个高杠杆的衍生品结构会面临考验。到那个时候，黄金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个复杂的现象：期限价格分化。你看着电脑屏幕，伦敦和纽约的黄金期货报价可能因为投机资金流动或者技术性调整出现波动，但是你想用这个价格立刻买到一根符合最高标准的、经过严格检验的金条，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溢价。实物黄金市场的价格可能会因为检测成本和稀缺性而升高，那时候一盎司经过严格检验的真黄金，你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确保到手。这就是我在标题里提及金价可能波动的底层逻辑之一。
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在市场结构可能发生变化，信用体系面临考验时，对实物黄金价值的重新评估。当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增加，当对实物资产的检测要求提高，黄金作为实物资产的价值会得到更多关注。现在，咱们再把视角拉高一点，看得更宏观一些，这仅仅是黄金市场自己的问题吗？不，绝对不是。这是全球金融体系复杂性的一个缩影。2026年的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地缘关系，其实已经把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推到了关键节点。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审视美元的替代方案，金砖国家牵头，正在筹划新的国际贸易合作机制，而这个新机制可能更重视实物资产的支撑。在这个背景下，黄金体系出现产品不符合标准的问题，这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信任建设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这意味着，不仅全球贸易货币体系在演变，连最后这块实物资产黄金的保管和检验标准也受到了更严格的审视。如果市场对原有体系的信任度下降，那可能会转向那些坚持实物交割、检验严格的市场，比如上海黄金交易所，比如迪拜的黄金交易中心。这将引导一场全球资本的再配置，资金会从一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中部分转移到更强调实物支撑的资产和市场。说到这儿，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坐不住了，特别是那些手里还持有银行黄金账户产品或者各种黄金理财产品的朋友，你们现在心里肯定在思考，你们肯定想问我，江颖，别绕弯子了，分析这么多，我现在到底该怎么看？我手里的黄金理财产品要不要调整？我现在考虑购入实物金条还来得及吗？万一我担心买到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怎么办？好，接下来这部分就是给咱们普通人的一些理性思考建议，请大家务必听仔细，每一条都基于审慎的原则。第一条，我建议你重新审视你手上所有的纸黄金和非实物交割的黄金金融产品。如果你持有的是银行 APP 里的账户黄金、积存金，或者像一些只跟踪金价，但不承诺你能兑换出实物的黄金 ETF， 请你理性评估其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在市场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中，这类产品的基础是信用，你相信发行它的机构有对应的管理和风控能力。但如果市场对实物支撑的要求突然提高，这类产品可能会面临估值波动的风险。一旦市场出现极端情况，交易所和银行按照合同条款可能会选择用现金进行结算，到那个时候，真正的实物金条可能因为检测和稀缺而价格较高，而你持有的金融产品只能按照合约规定的价格进行结算。你本来想用黄金相关产品来分散风险，结果却可能面临价格波动的挑战。这种合约执行风险在金融市场是存在的，所以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了解其规则，并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决策。第二条，如果你考虑配置实物资产，那么请通过正规可靠的渠道去购入真正的实物黄金。请注意，我说的是实物，是你能从信誉良好的机构获得的金条或者金币。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江颖，现在金店的金条每克比国际金价有溢价，需要考虑成本啊。朋友们，请理性看待，任何实物资产都有获取和保管成本。你要明白，你现在考虑配置的是一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是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多样性。如果市场对黄金的检验标准提高，那么经过严格认证的真金条会获得更多关注，到时候你可能需要更仔细的选择购买渠道。但是怎么选择才能最大可能的确保质量呢？这里面有讲究。我的建议是，首选各国央行或国家造币厂发行的带有面额的法定货币金币，比如中国的熊猫金币、美国的鹰洋金币、加拿大的枫叶金币、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为什么推荐金币？首先，金币通常工艺复杂，有精细的浮雕、独特的防伪齿边和镜面喷砂效果，生产技术要求高。其次，金币一般比较薄，内部替换的物理空间小。再者，法定货币金币本身就带有国家信用背书。次选是那些国际知名贵金属精炼厂生产的小规格的金条，比如50克、100克的，尽量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且一定要检查产品包装和相关证书是否齐全、有效。第三条，你可以了解一些基础的贵金属知识，建立起基础的认知防线。既然市场存在复杂性，那我们普通人购买实物黄金时，怎么才能更安心呢？你当然不需要专业设备，但我可以分享几个常识，虽然不能替代专业检测，但有助于增进了解。第一招，强磁铁测试。准备一块强力铝磁铁，真金和钨都是抗磁性金属，不会被磁铁吸引，但很多其他金属为了增重会掺入铁、镍、钴等磁性金属，一吸就有反应。
这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初步观察。第二招，重温阿基米德排水法。这招对付密度差异明显的其他金属有效。你需要一个精度高一点的电子秤，能精确到 0.01 克最好。一个装水的杯子，一根细线，先称出金条在空气中的重量，记下来，然后用细线拴好金条，完全进入水中，别碰到杯底和杯壁，称出在水中的重量，用空气中的重量除以2次重量的差值，就能算出密度。真金的密度大约在 19.3 克每立方厘米左右，如果你算出来差异很大，那肯定不符合标准。虽然钨的密度很接近，但对于大多数常见金属，这招可以提示明显差异。第三招，听声音。拿一枚金币，小心别磕坏了，用另一枚金币或者陶瓷牙签轻轻敲击边缘。真金的声音是沉闷的、短促的，有点像噗的一声，没有回响，而掺了其他金属的制品，敲起来声音往往比较清脆，带点叮当的回音。当然，最保险的办法还是通过正规的、有良好信誉的渠道购买，比如大型银行的实物金销售柜台，并且在交易时当场复核凭证。第四条，除了实物黄金，你也可以从投资角度关注另一个领域，优质的黄金矿业公司的股票。如果实物黄金因为市场关注度提高而需求增加，那么金矿股可能是一个观察的维度。为什么呢？因为金矿公司是从地底下把黄金开采出来的实体。当现货金价因为多种因素上涨时，金矿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来算笔简单的账，假设现在金价3000美元，一家矿企开采1盎司金的全部成本是1500美元，那么它每盎司赚1500美元。如果金价涨到6000美元，它的成本可能还是1500美元左右，甚至因为产量扩大，成本还会降低，那么每盎司的利润就变成了4500美元。你看，金价变化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这就是矿业股特有的经营杠杆。而且在这次市场对实物检验标准提高的背景下，那些拥有实实在在矿山资产的公司，其资产是地底下的黄金储量，是实体资产。我们可以理性分析那些在政治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内华达州等运营，拥有高品位金矿，并且财务状况健康的矿业公司。当市场资金关注点变化时，一部分可能会流入这些代表实物黄金生产端的领域。第五条，也是最后一点，请大家保持理性心态，做好应对市场正常波动的心理准备。朋友们，这次事件可能引发市场对现有体系更广泛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周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各方发布声明，看到金价因为各种市场信息而正常波动，甚至出现调整。请你千万不要被短期的情绪干扰，不要被市场噪音影响。你要相信基于规则的、透明的市场体系的重要性。当一个金融体系需要依靠不断提升透明度和检测标准来维持信任的时候，恰恰说明它在向更健康的方向演进。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阶段，不仅黄金，包括美元、美债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都在逐步演进与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市场规则，秉持理性态度，做好资产配置，是更为重要的应对方式。如果你已持有实物黄金，请合理保存，它可作为你资产组合中的一部分，除非基于理性的财务规划，否则不应因短期价格波动而盲目操作。如果你还没有配置实物黄金，那么请基于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偏好，审慎决策，不要再去纠结短期的价格波动，不要听信非理性的市场传言，相信基于规则的判断，更要相信中国坚持严格检测标准背后所蕴含的对市场健康发展的责任。最后，江颖我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做颐养晚年这个频道以来，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努力理解财富管理世界背后的那些逻辑和知识。有时候市场确实很复杂，就像今天的讨论，它告诉我们全球金融体系是高度互联和复杂的，但是理解复杂性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陷入困惑，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管理自己财富、规划未来的理性和知识。不管未来市场如何变化，那个理性决策的过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市场正常波动时，你基于充分了解和理性分析做出的决策，依然能让你和你的家人感到安心和踏实，依然能够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应有的规划保障。这期视频因为讨论了复杂的市场议题，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你觉得江颖今天分享的这些对你有一点点启发，如果你也想让更多朋友了解市场运行的复杂性，那么请你动动手指，点赞、转发或者记录下来，我们一起讨论。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信息丰富的时代，努力做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财富规划者。
我是江颖，在颐养晚年频道，我们下次再见。